8月14日早上，邮轮停靠斯卡格威镇 Skagway。Skagway 是克朗代克淘金热时期的重要港口，是邮轮的热门停靠站。这个镇也是 Jack London 的《野性的呼唤》、威尔霍普斯的《杰森的黄金》和乔·霍尔德曼的小说《卫报》的背景之一。张问的电影《阿拉斯加向北》也是在附近拍摄的。在斯卡格威小镇上信步游览一番，欣赏一下镇上的建筑，拍照留影，可以再为当日的活动锦上添花。我们加入了怀特山口列车观光 White Pass Rail 和加拿大育空地区探险 Yukon Adventure。 怀特山口和育空线路窄轨铁路是该地区采矿历史的一部分，现在纯粹用于旅游贸易。从邮轮下来，步行大约200米，便来到了观光列车的起点。登上列车，在老式客车上放松身心，沿着1898年的克朗代克淘金线路穿行。所以你可以把这么啊。列车蜿蜒穿过怀特山口扭曲、狭窄、布满岩石的荒野。经过甘草岔瀑布、新娘面纱瀑布、威廉摩尔大桥和俯瞰台、斯卡格威风景观景台、弗雷泽火车站、折磨谷，沿途峰峦叠嶂，峰回路转，雪峰、湖泊、森林交织成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画面，享尽沿途的原始风貌。这条铁路被称为世界风景铁路，是世界上被宣布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性里程碑的20项工程壮举之一，始建于1898年的克朗代克淘金热。它的建造最初是为了减轻矿工的苦难，不再需要背负大量的补给品，或者带领负担过重的驼畜多次徒步翻越怀特山口，经历令人痛苦的斜坡和崎岖的死马小路。自1978年以来，这条铁路和公路将斯卡格韦与加拿大内陆联系起来，繁荣了沿线的经济，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为淘金者提供的便利。列车途经淘金人曾经走过的小路，列车经过这座废弃的钢悬臂桥。这座钢桥于1901年冬天完工，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钢悬臂结构。这座桥一直忠实地服役到1969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壮观的外观。这座钢桥和这条铁路是对早期运输方式的巨大改进，为育空地区和斯卡格威镇保持了活力。在阿拉斯加、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育空地区的野生美景中，展现了历史、创新和创造力。
往返2个半小时，一次旅行穿梭于2个国家。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列车正在跨越美加边境。加拿大育空地区探险是乘坐怀特山口列车或者大巴前往壮观的育空吊桥，沿途可以欣赏山川河流的壮丽景色。到达之后，站在育空吊桥上，体验在横跨65英尺的桥上摇曳的四景。好。欣赏桥下图西河湍急水域迷人景色和附近的冰川，别有一番风味。做这样一次的旅行，有机会能在该地区看到野生动物如熊和驼鹿，还可以体验当地的民风，深入了解克朗代克淘金热的丰富历史，比如钻进当年淘金者居住的小木屋，戴上一顶牛仔帽，抄起半锈了的老猎枪，体验一把当年的豪迈情怀。该吊桥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南克朗代克高速公路46英里处，是一个世界级的旅游景点。虽然是收费景点，却也物有所值。Ticket and ride on the piano. Keep on rolling, keep on rolling. I'm gonna keep on rolling far as I can go. Keep on rolling, keep on rolling. Got my cash in a matchbox, my clothes in a brown paper bowl. Keep on rolling, keep on rolling. Got my cash in a matchbox, my clothes in a brown paper bowl. Keep on rolling, keep on rolling. But my heart's like this freight train, full of fire and smoke.